心直口快不是优点，这样讲话超有事。我有一次穿橘色的上衣跟绿色的裙子，旭哥说了，他说你怎么穿的跟南瓜一样？市场市场之外还自以为幽默。我都买这家的衣服啊，这好好穿啊。我说这个不是那种50岁以上的阿公在穿的吗？50岁又怎样50岁又怎样？又得罪人了。私下聊天口无遮拦，误伤闺蜜，吓坏啦！我蕊一蕊，结果后来咪咪就跑来跟我很严肃这样，丽丽姐，我有事想跟你说一下。刚刚蕊稿的人跟我说，我说没有了。然后我就当场就跟咪咪道歉说，咪咪对不起，我是开玩笑的，我以后不会开这种玩笑。欢迎收看《女王大人》。哇，你们好！今天我们邀请到4位来宾啊，都是因为说话太直白而深受其害。相信在今天晚上经过集体治疗之后，大家的说话功力都会大幅的提升，大福，未来都能够好好的做人。马上欢迎他们出场，欢迎来叫第一位 Vicky。姐，哦，欢迎冯元生。怎么会到冯元生呢？哎呦，欢迎何宇文。欢迎谢凯蒂。欢迎4位。欢迎。哦，真是环肥燕瘦，一应俱全。哪里有谁？哪里有好，我承认我是肥。他没肥是，好容易对号入座。你为什么？你就攻击他就好啦，你为什么不？干嘛攻击我嘞？我当然是肥的那个啊。但是你很性感，性感哇，会讲话，真的。看到没有？他自从吃过很多亏之后，现在开始开始比较会讲话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环节第2个环节，一开口就超级白，超直白，你到底会不会说话呀？你穿不下，是谁说大概知道什么意思？很合理吧？就是去逛街的时候，你大概我看你胖，你好好说话，什么叫很合理？我说他长肉是这7、8年的事情啊，他以前是整个哇漂亮，匀称的不得了，这是多久前的事？7、8年我还是瘦的时候。对啊，那怎么会对吧？穿不下？对啊，所以怎么会这样呢？好，话说就是有一天我很无聊，因为我们那时候住桃园，那其实桃园有一个百货公司，就是在我们家附近而已，我走路就可以到了。我当时认为我已经瘦回原本就是差不多生完小孩大概50左右那个公斤，很棒啊。然后就看到那件衣服是一件洋装，可能类似像这样端庄的洋装，是 one piece 的。对，那我觉得那个感觉又没有什么腰身，因为它可能是有一点这样子稍微 A 字型的。那我觉得因为我是属于没有腰的人，我的腿虽然细，但是我是直筒腰，然后我就想说怎么样？我觉得我应该是穿得下的。然后我就跟那个小姐，我就走过去逛，我就一直看很久。然后那小姐也没有想要来找我的意思，然后我就看她好像在装忙，我就自己走过去说：“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可以试穿一下这件衣服吗？”因为是在 model 上面嘛。想试穿了。对，我想试穿了，因为我会觉得我也想试一下，说我看起来的型是怎么样。应该的，对，衣服都要试穿。然后结果她竟然。真的，他头也不回，就说那一件你穿不下，然后就继续在头也不回，对，然后就继续在折他的衣服。他连看都没看你一下，就说你穿不下，对，他就说他这么不想做生意啊？对，我就觉得莫名其妙，而且那一件也不少钱，1万多块哎，我难得下重本买贵的衣服哎，就他还是不理我，我就说你为什么会觉得我穿不下？你还跟他对话？对啊，然后后来我就说，好，等下慢着，听到这边他们都听到故事了，会生气的举手。我都会生气哦。对啊，我后来我就说好，你不想做生意就算了，我就走了。我也没有跟他，你当下没有跟他翻脸或什么？没有，我突然走出去的时候，我就自己也很气自己，我说我应该要硬叫他把它拔下来，然后我穿了之后跟他说，你看我穿得下，而且我不想买。对，就要这样。所以我很懊恼。但有可能你真的穿不下，那你就没有办法这样呛啊。就是他如果刚好说中了怎么办？对，这尴尬了。对啊，那反而尴尬了。然后他搞不好还回呛你说 ，See， 我告诉你了，穿不下。好啦，我后来没硬要穿，也是怕说是不是？搞不好他说中了。
对，但即使怎么样穿对，但即使是这样，他是服务业，也不应该这样。态度不对了。对，所以我还是有去，不管穿得下穿不下，态度都不对。所以我还是有去服务台控诉一下啦。哦，对啊，那就不用生气了，因为他已经去客诉啦。这态度不好。我觉得啦，说话直白，我可能有被我老公影响到，因为他真的是当仁不让。他讲话从来就是很直接，不拐弯。他说夫妻间就是要这样，就是要诚实以告。可是呢，我就是当妈妈了。诚实以告跟说话伤人是两回事啊。对。哦。不一样。你刚刚才体会到吗？可是。好，他叙述的也都非常的，真的很直接，很实在。你讲的是你老公吗？我老公。哦，来。你为什么要先帮他打消毒针？马靴有油漆。这句话怎么了？之前我真的很想跟流行，因为当妈以后呢，后来知道哦，现在有那个多巴胺的元素，所以我还在网络上买了那种橘白相间，就很自己从来不曾尝试的那种颜色，很亮。后来我搭配好了之后，还搭配一双白色高跟鞋，然后我就走到他面前说：“你看我今天穿这样好不好看？”他说：“好看啊。”像那个三角锥，所以你走在路上哦，都有生人勿近，不会靠近你，很安全。你赶快出门吧。哇塞！就是我觉得很好看。后来没有，我橘白相间的，因为被他说三角锥，我不敢出门，所以我去换了一套。他就说：“哦，你现在像绿色的三角锥了。”就是他的脑袋里面，我跟你讲，他们男人不懂得配色吧？这他故意这样逗你。我跟你讲，我有一次穿橘色的上衣跟绿色的裙子，那我觉得这样搭配很好看啊，然后也很亮眼，撞色也很亮眼。你知道曲哥说什么？他说你怎么穿的跟南瓜一样？你小声，你小声，会有画面哎，好可爱哦。南瓜色。可是我觉得你那个很好看。对啊，好看，完全。我不好意思，我说句公道话，还可以啊。对啊，他没有糟糕批评没有不到很好看。没有，他的脑袋里你就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法。像出门去玩嘛，他就说我长得像稻草人。他说哇，你今天的穿搭真的跟原野很搭。哪一张？这样很好看哎，而且还一直要帮我拍，就是叫我这样。是帽子的关系。应该这样是航海王吧？海贼王那个什么鲁夫啊？对，就是会让人家一天很扫兴，因为出门了就想要开开心心的心情。我觉得你老公应该跟曲哥当好朋友，真的好可怕。不懂得欣赏的。不是不懂欣赏之外，还自以为幽默。哦，对他觉得他自己很好笑哦。后来我之前流行公主切的时候，我也跟流行去剪了一个公主切，可是我忘记了他的年纪，就是直接帮我说，哇，你真的很复古哎！我说我这是流行，现在流行公主切，他联想到的是那时候浴火凤凰的哦，Bibo 那个，对，哦，所以他比我还潘迎赞啦，好烦哦。对，因为他的年纪也只有可以有潘迎紫，有，的确他真的很有想象力，而且他我好久没看到他嘞。对呀，我绑成这样，他超想带我出门，他觉得我很好笑。哎，你们看曲哥，哇，曲哥好年轻哦。对，以前人家都以为演 Bibo 那个人是曲哥。为什么？然后就说你就是以前演 Bibo 那个。Bibo，这照片起码有35年前了。不止，有40年。我小学的时候应该有。哇，有40年喽！我的天哪！可是我觉得我老公就是讲这些话，我都能吞，我都能忍。可是出门在外哦，他嘴巴还是闭不上来哦。因为你评价老婆就算了，可是有一次好不容易去参加一个时尚 party， 难得有机会，那我又是用心打扮了。可是这次他没有，还来不及批评我的时候呢，他看到对方就是迎面走来一对夫妻，我马上说：哇，你今天的妆容跟你服装好搭，真的好美哦。哎，这样讲得好啊。对，因为得体要打招呼。对。可是我老公呢也打招呼了，他说：你靴子上那是什么？是油漆吗？我心想，路上不会喷到银色的油漆，那是它的造型，而且那是一个时尚 party。后来我觉得对方女生很大度，她就是默默让这个话题飘过，她没有回应哦。我老公还说，还是被汽车的油渍喷到，就是它有点油油亮亮的，你要不要去处理一下？他还不放过他，对，他是打从心底觉得是。对。对，他在关心他，觉得他是提醒他，比如说有菜渣，我提醒你是一个好意哦。可是那一天我们尴尬跟那对夫妻同桌，还用餐了3小时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讲话。
就想到什么说什么，心直口快的，很像也不见得是一个好的。对呀，而且不是重点，是我刚讲的，我觉得这些先生们都真的自以为自己是幽默感，就好比曲哥，他常常在家得罪我跟小孩。就譬如说有一年那个黑木瞳小姐，她不是很美嘛，就来台湾宣传啊。那我就说还是参加那个颁奖典礼，我忘了。但我在节目上看到，我就说，哎，她还是很美哎。对。那如果我跟她一样这种年纪的时候啊，你要拍写真吗？不是，我说我如果能保持跟她一样的样子，还是那么漂亮，然后那个体态是那么好就好了。我就只是像闲聊这样。哎呀，她说啊，这有什么？日本有个黑木瞳，我们家有个白木瞳啊，因为我也姓孔啊，其实蛮好笑的，因为我也姓孔，蛮好笑的。然后可是我当时就觉得不好笑，笑不出来，笑不出来。对呀，不好笑。然后我就有点翻脸了，就他就说你干嘛？你不懂我的幽默吗？这是幽默感呢。其实这个很难得的。哎，他说好笑哎，我觉得很好笑，因为他其实结合了刚好，因为刚好你姓童。对啊，你看你举例举错了吧？你看，搞得我们好称赞曲哥啊。好会玩文字哦。哎，你压轴好不好？哦，好。因为我是被气哭的。你的，气哭。好，你先来。因为我怎么会有人讲话比你白目？不可能啊！其实我讲话不白目哎。你不白目。我是电视上一种效果，私底下不是那种人。你是整的吧？哎呦，漂亮！但这是别人对我说的。怀疑你这一是应该的。怎么可能？哪一个部分是整的？哪个部分？出道也超过30年了，就是因为他老得很一点痕迹都没有。没有，还是有。但是我要讲，我私底下是比较安静的人。我每一年都会规划一个旅游，是大概10天到2周。我是一个人会去一个，比如说养生，像闭关那种。对。但是其实我还是会有自己的生活，比如说像国外很多养生村，它是一个你可以买一个套票，排毒养生，然后进去可能有微断食，然后可能会有营养师，然后你会做阿育吠陀的饮食疗法、瑜伽。然后我今年参加的时候，就是现场我去的时候大概30个，然后大概是全世界各地的人都有，但大部分都是华人。然后这是专门的训练营，然后上完最后一天的时候，大家呢就坐在餐厅吃饭，吃，然后就说每个人分享一下心得啊。然后我就轮到我的时候，我就想这几天观察大家，我真的讲了一个很由衷的话，我就说我觉得到我这个年纪，然后曾经我也因为孩子或家庭忽略了我自己身体的健康。然后我有5、6年的时间，其实蛮荒废在瑜伽这方面的。然后说现在我回来瑜伽的行列，我很感动。我今年48岁了，然后这几天相处下来，各位弟弟妹妹啊，我跟你们在一起都很开心。这样，我就讲这段话，很真诚，我觉得很 serious 的感觉。对啊，我真的，而且刚刚在旁边我都想要落泪的感觉。是不是讲得很真诚？因为泪腺太发达了。不是我有被他感动到。对，因为你会觉得曾经你为了孩子，其实你放弃了你人生最喜欢的事情，然后你也战场一看，因为我们这种大姐型的，就是一看你就知道这现场都比我们年轻。对。而我讲完的第一件事，不是像我以为同学会像你一样觉得哇好感动，对，不是，就有一个不是很熟的同学，突然就说48岁，你48，你整的吧？他想要夸奖你，他想要夸奖你，可是觉得是夸奖的举手。夸奖，你们现在还帮他讲真的啦？可是我跟你讲都是夸奖了。我要跟你举例，大家故意跟我们炫耀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我要跟你举例，就是说有时候夸奖人真的要小心，因为会变成得罪人跟白目。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姐姐，她要夸奖比我们更大的姐姐，那姐姐大概有70几岁，那皮肤状态都非常非常的好。然后呢，也是圈内的大姐大，我们都认识的，我们都很熟。然后我们这位姐姐，她要夸奖这位大姐，更大姐，她就说：哇，姐，你皮肤真的很好哎，你看看你这个手怎么又白，皮肤又好，真的太好了，你一点老人斑都没有哎，就是这个概念。但他就是真诚的想要赞美，对，或者说你60几了，怎么没有斑啊？就这样子。我们被夸奖的这位姐姐就说：你好歹也说我皮肤很好，没什么皱啊，你怎么会说我没有老人斑？对，而且你在一个餐厅吃桌菜，有30个人，你怎么回应他？我还没来得及回应，就有一个男同学说他没有整，我从小看他长大的。还说
看他长这一句比较好笑。我这个真的是被讲到气到哭哎，就是被霸凌的也有问题。被霸凌的这句话，是检讨受害者吗？对，就是为什么会聊到这件事呢？因为我去年我出了我人生第一本写真集，那这本写真集比较特别，因为算是我们啦啦队很多人出很漂亮的写真集，但我比较不一样，我是出散文加写真，就是是很棒啊，很有质感，对，就是在讲我的一些人生经历啊、挫折啊，一些有点像图文。是的，然后因为我出这个散文呢，我身边的朋友就是很好奇，会来关心我说，哎，你能写什么？你能聊什么？然后我就说，哦，没有啦，就是我小时候可能会有一些，原生家庭可能有一些心理不平衡，然后到可能在求学过程当中有被霸凌什么的，就是讲一些心里面的一些比较沮丧的黑暗面。哎呦，然后我朋友就听到说霸凌。虽然霸凌的人有问题，但是被霸凌的多少可能也有问题吧？要不然这么多人怎么会选你霸凌？哇，这个人有问题耶。然后他就会讲一些可怜的人可能也有可恨之处啊。你那时候是做了什么事？我当下我竟然没有办法反驳他，哎，我就觉得说，对，你也开始检讨自己吗？对，有时候当初是，等一下我得罪了他们什么？真的是我做错了什么吗？你知道吗？我反怀疑我自己了，而且我怀疑到我就是我半夜睡觉的时候我在哭，我气哭，我就觉得说我好委屈哦，就很像2度被霸凌，对，我2度伤害，对，我就觉得我做错什么？为什么大家都要去检讨被害者？对，然后我没有大家，只有他，只有他，不要再这样想，不要再这样想了。没有大家，你为什么要讲大家？因为我觉得可能之前有我们都在你这边呢。很多事件，大家会觉得说被害者可能你可能做了什么事，或是你不够勇敢，都会检讨我们。但对，然后大家会说你被霸凌了，为什么你没跟老师讲？为什么没有跟你父母讲？就会一直检讨我们的作为，说一定是我其实讲哎，有些东西不是你讲了就有用，或者是我可能那时候就像你被欺负，很多人会说你为什么不叫？其实你知道后来心理学上有一种说法是，其实你碰到危机的时候你不会叫，你会僵直反应。就是突然这个跟飞鼠一样，突然就被照到，对，会僵直反应。可是他们就会挞伐你说，你为什么你不够勇敢呐？不是，人家因为他们那时候霸凌我是会每天早上来我的座位，然后把我抽屉的书就是丢开，就是让我捡，然后翻我的书做椅子，不让我坐。哇，真的很过分。然后他们又班上没有任何人伸出援手。没有，可是我的朋友就会觉得说，那就是你不够勇敢，为什么你就要这样被他欺负？那就是你活该被欺负，因为你其实你可以站起来说，你们凭什么欺负我？你可以把东西收好，或者是你跟他就是对抗，他就觉得他可以，为什么我不行？这个太过分了。所以我就觉得我不行，难道也是个过错吗？所以我们那时候会很受伤，然后会很生气的是，我当下是真的没有办法反驳他。因为这是他的理念嘛，因为他觉得他可以，所以他斥责我不行。这个朋友其实我觉得他也没有错，我知道他是为了我好，因为他觉得真正保护自己的方式是自己要突破，可能自己要去面对。因为他没有经历过。没有，其实他有可能会死更快，因为他等于是要作战嘛。对，你要这样想，有可能。这是医生跟我讲的，我也曾经有这个问题，说我被欺负，我朋友问我你为什么不站出来，我为了这个去看心理医生，他说碰到危机有很多反应，我刚刚说的就是僵直反应，就是你会愣在那边没有反应。他说这是活命最好的方法。他说如果你马上要反击，他说有可能死更快啊，因为你面对的你不知道这个人有没有枪有没有刀，他是不是狮子老虎啊？所以他说当你选择你不要有反应的时候，外表看起来可能你是被欺负了，可是其实你有可能是活命活下来的人。你选择跟他打跟他战，你怎么知道你一定会赢？搞不好你一站起来说谁欺负我，谁这样弄我东西，几十个人过来围殴你，你搞不好更惨。所以你要想的是，你不战，有时候反而是赢家。所以他在《甄嬛传》里面会活到最后一集。他会。我48岁，为什么保养的这么好？我会忍啊，因为讲话太直白。对，也像我们可能活到第3集就不用担心啦。我被灵性的时候是灵性吗？宠幸的时候，你会带着我，我会带你一起飞娘娘买1送1这样子，我会带你一起的。我觉得你是我的所有来宾当中最容易离题的那个。让我讲智慧，是真的，你真的蛮厉害。我觉得皇上如果有你们这样的后宫，他会死得比较快。气死他！讲话白目救不了，谢凯蒂激怒姐姐们。我都买这家的衣服啊，真的好好穿。我说这个不是那种
50岁以上的阿公在穿的吗？50岁又怎样？50岁又怎样？你有得罪人了。如何与人接班人？皇上如果有你们这样的后宫，他会死得比较快。气死他！这样子2个就可以垂帘听政哎，垂帘听，好可怕哦。现在刚刚都说的是别人，我们该说自己了吧？哎呦，我自己很多哎，我都忘记了。在第2环节，对不起，伤到你，是我说话太直接，让你受伤了。好，凯莉就从你先来，从我吗？因为你是我认识的来宾当中也是真的蛮白目的人。我还好，我真的还好，我其实对外人同事我都会尽量克制住。对，因为我其实巨蟹座，所以其实你有白目的冲动，对，但是我会克住，我会拉车，就踩刹车，勒住自己。对，但是我发现我对家人没有办法，没有，就是尤其因为家人就是你最大的堡垒，所以你对家人就会很容易松懈。对，然后这样讲到我2姐，今年的过年我就跟姐姐说，那说回娘家你会准备就是年菜回来嘛，因为我们家之前都是用买的，然后要从台南回来，我们就说那交给你买，你可以吗？然后2姐就说哦没问题，交给我买。那我大概初2，我大概11点我就去拿年菜，然后12点到家，然后就好，就很期待，因为年菜这么丰盛嘛，就会觉得说哦，我就饿到中午，早上也不吃，就很期待。然后过了中午12点的时候呢，一通电话都没有，我想说哦，那可能是堵车了。然后等到1点的时候还没有电话，还没来，然后我就开始坐不住，因为饿了嘛。1点早餐没有吃够，可以饿了吧？饿了。然后到了2点，到了3点，我就觉得太扯了，有问题。一个消息都没有，没有。他从台南上来台北，高雄，因为我是高雄人。哦，他从台南下高雄。对，因为我初2回娘家。哎呦，这2个钟头不到。对啊，我就觉得有什么了？骑摩托车都到了。对啊，我觉得有什么事？我觉得有什么问题嘛？然后呢，于是快3点的时候，我就打给他，我说，现在是什么状况啊？你不是说12点到家吗？你这样子年菜回来都冷了怎么办？我怎么吃？就是他回娘家，又不是你回娘家。我会这么凶，是因为我们高雄的家比较传统，我是没有微波炉的，就是爸爸是不准用微波炉，他觉得很危险，所以我会想说，你3点了，你不是拿完年菜回来都几点了？年菜不是晚上吃吗？因为就是回娘家都吃中午的，对，吃中午，初2都吃中午的。我娘家不知道。对，然后我就很着急，我就先没有关心他，我先关心年菜，我先没有关心他为什么3点还没到家，我在关心年菜冷了怎么烫啊？因为我是绝对不能喝冷掉的汤，因为我觉得很像在喝冰水，就是这怎么喝？对，汤很难喝。对，然后我2姐就说，就有点委屈说没有啦，因为刚刚在弄小孩，因为他小孩出生才3个月。对，然后他那么小的小孩还要帮你们拿年菜，对，然后他重点是生2个，一个大概快2岁，一个才快3个月。哦，超黑暗，超黑对，暗。然后他就说，小孩刚刚在哭什么的，可是我就没有顾他，我就说，那怎么办呢？这样子怎么热？我要吃冷的，我不想要吃冷的。然后他就说，好啦，你不要吵，就没有讲话，就挂电话。然后呢，就是快4点他到家的时候呢，年菜就上桌，然后我大姐就很热心说，吃年菜就很开心。我就是还是很不开心，我就继续碎嘴说，谁会想要喝冷的汤啊？怎么喝？然后我大姐就很尴尬，就我说，好了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子。然后他就说，那我帮你把汤拿去热，就是热有点麻烦，就是瓦斯要打开，然后你要倒进去，这很难吗？就麻烦，多一道工序，汤还好吧，就麻烦，就比较麻烦。你是不是有一点傲娇？你现在是不是有点娇了？不是，因为我会觉得，就是觉得我没骗你吧？怎么可以？他是不是很欠揍？我没骗你吧？你这是有观察你2姐的表情吗？我那时候没有，然后事后呢，大家吃完饭然后聊天的时候，他就才跟我说，其实就是下午我打给他，就是在斥责他说，怎么这么晚回来，年菜都冷了。他其实挂电话在哭，哎呦，他很委屈，因为他觉得他其实真的很早就想要出门，可是因为小孩就是会闹啊，然后他还要带那么小的小孩，对，走不开。他说他折腾了一整个上午，然后呢，老公可能也没有办法帮他太多，又不是神队友，所以他已经够委屈了。然后接到我那一通斥责电话，他挂断电话的时候，他就对他老公，他就崩溃大哭。他觉得很难过，而且因为才刚生完不久，对，我相信会耶。觉得凯蒂这个人天杀的该揍。不是，我是觉得揍啦。我是觉得刚好那
那个 moment 是他姐姐最脆弱的时候。对，哎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冯云珍有多想举手？举手，因为你知道那个带孩子的感觉。对你家人呢，他是但他没有你的姐姐，他没有跟我讲，我不知道，所以我就是一时之间不是你不知道，是你没有想知道。对，就是不是，我觉得他没有想到那一环，没有，他没有生过小孩，对我他没有想到那个环节，对，我不知道弄孩子会弄得这么久，对我以为早你不上。晓得，这里生的一个比一个多，你问他们就晓得。对啊，对，然后还有我有继续伤害我二姐的第二趴呢，就是还有第二趴。第二趴，你二姐太委屈了吧？刚好上礼拜发生，她上礼拜呢来台北找我，然后她抛家弃子，她就想说她来台北玩，然后呢我就带她去吃好吃的早午餐啊，然后她就想要逛街，然后呢她逛街，她说等等，我要看这一间，她一走进去，我说你要看这一件，我就看外观，我就已经问号了，然后一走进去，她就在翻，她说对啊，我都买这家的衣服啊，这好好穿，然后她就开始比，我就在那个服饰店的里面哦，就直接说。天哪，你怎么沦落到穿这么老气的衣服啊 God 的，你是人家店员这样讲，我说对，可是因为我是你就是那个店员的朋友，没有，我真心觉得不是因为他这落差太多了。我说这个人，我说你怎么你真的很欠揍。对我还用沦落，我说这个不是那种50岁以上的阿公在穿的吗？你怎么开始在穿这种衣服？你怎么了50岁又怎样50岁又怎样？又得罪人了。私下聊天口无遮拦，误伤闺蜜吓坏啦！蕊搞蕊一蕊，结果后来咪咪就跑来跟我很严肃这样，丽丽姐，我有事想跟你说一下。刚刚蕊搞的人跟我说，我说没有啦。然后我就当场就跟咪咪道歉说，咪咪对不起，我是开玩笑的，我以后不会开这种玩笑。这个不是那种50岁以上的阿公在穿的吗？你怎么开始在穿这种衣服？你怎么了？50岁又怎样？50岁又怎样？又得罪人了！你才30岁，我今年50岁，我很骄傲。我说快50了，身材也是没有，他以前都是穿到很年轻那种，凯莉的专长就是得罪人，我不骗你。我没有，就是因为我姐而且你姐。相信我，你是何宇人的接班人。刚好我也有出写真图文集啦。哎，我这个文男不自觉，因为可能是姐姐嘛，然后她就开始比说，哎，你觉得这一件怎么样？我说好可怕，这件呢，我说不要吧，我就是从头到尾就是一直在店里面嫌弃。所以你当下都没有发现，我没有发现太直白，但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件事？就是他走出去店门口之后，他就说你刚刚不应该这样讲话，我就说我这样跳不下衣服，我很受伤。会，对呀，尤其那他生你姐姐跟你完小感情很好孩，他跟我感他会他会跟你说的还不错哎。对，但是因为我当下我会觉得，我觉得这是我很直接的反应，我也觉得我在关心你，怎么会变你要这样？练习一下，我觉得。我觉得我们真的都会太直接了，有时候真的不是对自己人，尤其对自己人，我们检讨都对外人好，对，我很抱歉。对家人太严苛了。所以二姐真的很对不起，二姐我爱你。你买一套衣服送给二姐好了。好了，对。买一套你认为适合的衣服。还有以后初2回娘家，你准备年菜，对啊不要让二姐又带小孩又要准备年菜来，那杀千刀什么都不做，真是。你在那边等吃的。我跟你讲，我也是真的就是你也是翘楚啊，他不会拐弯抹角。你没有想到后果而已。这是好的人格特质啊，我觉得。可是有时候真的就是不轻易就会得罪别人了。一定。就像有一次我也是请，而且是可能是曲哥这边的朋友，然后我就是请我曲哥这边的朋友的爸爸，因为他在电信公司上班。那个时候 iPhone 刚出来嘛，那曲哥就想要帮我换一台手机，那我其实我也挺开心的。然后那一天我就在车上就接到那个爸爸的电话了，然后就说哦，我可以帮你调到一台新的手机了，但是价格是比他那个时候好像是2、3万吧。就是说我脑海只想到说，我以为是可以，就是说绑约啊，还是什么之类的那种，我心里脑海是这样想的。他说的是裸机，对，但他说的是裸机，那我想都没想，我就说哈，怎么会这么贵啊？然后我就脱口而出，然后他就说哦，那没关系，你考虑一下，想一想，我可以帮你留下来。这台手机，那你考虑好再跟我说这样子。我说好，谢谢，麻烦你了，不好意思，就挂掉电话。那其实那时候曲哥在开车，听到我接到这个电话，他非常生气哦，他觉得我怎么可以这样对这个
长辈，因为我们已经拜托人家了，那人家也可能用一些特权，然后拿到这个手机。可是我是真的没有意识，我就直接突然说了这几个字。后来曲哥就对我非常的生气，然后他还传简讯给他的朋友说：“我跟你讲啊，那个 Vicky 在。”传简讯给你的时候，你就不要理他啦，他就神经病啊，怎样。他最后被我发现，结果曲哥在后面骂我。那曲哥就讲了，我就是把你像小孩自己的小孩骂给别人看啊这种。哦，对啊，我看也是这样。可是你就是想要说什么说什么的人，没办法。对，就像有一次我也是蕊稿蕊一蕊啊，然后就是突然之间，你会不会觉得你蕊稿蕊太久啊？不是啦，我蕊稿蕊一蕊，就突然之间，因为那一集有小咪嘛，就是PO的那个咪咪，然后呢，就是后来我们就在化妆间嘛，本来还打招呼啊，什么开玩笑这样，然后蕊稿之后，那个制作单位都不是都会还会跟你重新再 Vicky 姐，我快速跟你对一下，那对到可能对我对完了，然后再去对咪咪，结果后来咪咪就跑来跟我很严肃这样 ，Vicky 姐，我是想跟你说一下，就很严肃哦，他从来不会这样对我，然后我就说怎么了，发生什么事？他说：“刚刚蕊稿的人跟我说，你说我的胸部是隆的。”我说：“没有啦，其实就是我在开玩笑的，就是我跟那个蕊稿的人在电话里面。”你怎么知道他隆的？哈？你怎么知道他隆的？不是，我是开玩笑的。我说：“就像 PO 啊，每次都帮那个咪咪拍那种很性感的照片啊，然后把他的那个。”胸部身材拍得很好，然后我都一度怀疑他是不是，我都一度怀疑他是不是去隆乳的，我只有这样子讲，然后蕊稿的人后来在现场又跟咪咪讲出这件事情，那还好咪咪有来跟你讲，对，然后我就当场就跟咪咪道歉说，咪咪对不起，我是开玩笑的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那因为我跟咪咪跟浩然姐，我们就是有一个内湖帮的群组这样子，那我自以为说我们感情很好，我可以开这种玩笑，对，然后或者是我讲话就很直，我就直接。那我不知道那个蕊稿的妹妹又更直，又跑去跟咪咪说，我有说她这样子，但后来就把这个误会化解了啦。还好她有来找你，对我说我也谢谢她，我说谢谢你真的把我当朋友过来告诉我，然后我也当场跟你道歉，我以后不会开这种玩笑。我觉得这种说话的艺术真的是从活到老学到老，真的。想讲什么以前先顿2秒再说。真的。冯云珍同学，你说了什么呢？大概？因为我平常呢就是没有机会出来见世面，所以都是在家跟小朋友的对话，所以不用在意什么就是说话的艺术啊还是什么的。所以呢，现在我有一群好姐妹，因为我的年龄是非常适婚的，甚至是有点轻熟女的阶段。那我们一群姐妹7个人里面呢，有1个落单了，我们其他都是有家庭的人，所以很积极的就是要 push 她就加入我们的行列。所以身边出现不错的男生异性朋友啊，就会赶快帮她介绍。我们就会这样约一个局，大家一起出来吃饭。你知道，一群女生聚在一起，真的口无遮拦了。而且一坐下来，想说只有1顿饭的时间，我们一定要促成这个局，让他们在一起。这么急啊？只有1顿饭，因为妈妈要找时间出来，又可以约到姐妹全部一起，就觉得我们的阵容很强，就是一定可以促成这个的。后来我们坐下来就开始对男生有身家调查，你什么职业的啊，收入多少啊，住哪里啊，婚后想干嘛？好大哦。对，把男生调查完之后，就当然要推荐我们女生朋友嘛，就是换女性嘉宾出场。后来因为女生都会通常不敢讲，我朋友就是比较害羞的那一种，所以才一直不容易找到。这是相亲啊，这是。就是妈妈其实会觉得相亲是很有效率的事情，对，很直接，因为我们年龄不能等了，对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直接帮他介绍说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呢，他的那个职业是幼教老师，非常的好哦，因为他很会带小孩，你完全不用担心，他很有耐心的，而且比我们这些妈妈都还像妈妈。你们这种让我听起来有业绩压力的，不是，一直努力想要 push， 不是，如果菜上来了，你会被打断，所以这菜点完餐的时候要。菜还没有上来就要先介绍人嘛，然后刚好吃饭的时候他才可以思考。对，让他思考一下，我们再补充问题，这样子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跟他说，你知道吗？他真的很会带小孩，而且他你婚后想生几个都没有问题，他1个就可以。你们也太直接了吧，压力好大。好心牵线太过头，说错话越帮越忙。
今天男生的年纪稍小一点点，怕他在意就是姐弟恋。你不要看他今天那个样子，真的比较憔悴。打扮过后呢，其实还是很年轻的，就是别人看不出来。太直白了，你又得罪人了吗？得罪人了。你婚后想生几个都没有问题，他一个就可以。你们也太直接了吧！压力好大。哎，没有，因为他就是很优点，就是他真的像我们出门，他就会帮我们带小孩，我们妈妈就可以很轻松自在。我们想到的优点都要一次告诉他，让他觉得哦，我直接可以进入，就是不用谈恋爱就可以进入，直接了解，就直接是相亲结婚，对，可以想到未来的家庭生活，很好用。对，可是我也有警觉到说，哦，今天男生的年纪稍小一点点，怕他在意就是姐弟恋的那个年龄差距，所以我们赶快就自己大家使眼色啊，还想办法帮他找补，说哦，你不要看他今天那个样子，真的比较憔悴，是因为你知道吗？幼教老师他压力很大，因为现在幼教老师真的责任很大，是他24小时on call要回复那个家长的讯息那种，所以他精神压力，所以他脸上的细纹啊都是被压力逼出来的啦。其实太直白了，没有，可是我有补，我说没有，其实就是像好好的化个妆，打扮过后呢，其实还是很年轻的，就是别人看不出来。你真的是因为你这张脸长得太无辜了，所以才对，而且他讲话讲这些话轻声有小一点点，可是很讲话要轻声细语实在，因为其实真的现在化了妆，就是大家看不出年龄。我不觉得男生有那么聪明啊，对，你又得罪人了吗？对人了。就是其实那一餐饭吃下来，我就好像就气氛有点不对了。后来我回头就打电话问姐妹说，哎，那你跟那男生有没有进展啊？后续怎么样？你们进度到哪里了？他就说你们说我像妈妈，又说我有细纹，还要打扮装年轻装可爱的，那谁还要继续联络？天哪，没了。就没啦，而且还不止一次呢，就是很多次，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太积极了，或者太有侵略性的问话，所以就让他的姻缘其实一直到现在都还弄破碗了，对吧？我们也觉得很愧疚啦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想说要怎么办弥补他，让他消消气，心情好一点。后来我自己是想说，我带了一套我平常用的保养品，因为我们呢要自救。把乔瑟先摆开了之后呢，男生自己会来追，没关系的。所以呢，我保养品就跟他一起分享，因为说我们都这个年龄了，其实要真的注重保养一点，而且肌肤只要一缺水，我自己也是，如果比较累的时候一缺水，我就觉得我整个人就是真的很憔悴，就是皱皱干干的。对，就真的是黄脸婆，就是。一看我自己看照镜子也会不舒服的，所以我很注重保湿，还有加上那个有升一级的胶原蛋白，才真的补充得到。因为我觉得我那位朋友他也不够聪明，因为应该他仗势了自己有无意间得罪，我觉得那朋友不够聪明，不是，因为他年龄也不聪明，稍小一些，聪明没有，因为我以前保养我也不懂啊，就是想说哦，有吃胶原蛋白啊，补充就好了。对啊。可是我们这个年纪真的是已经需要升一级的胶原蛋白，才可以真的补充到我们缺乏的，才可以着重的，就是针对我们缺乏的养分呢，把它补充得到，我觉得才有用，不然涂了再多，其实都没有什么效果。所以我今天有带来，就是我跟他分享。你有带来对，要分享的啊。对，如果今天得罪大家，不好意思，给我们一人一罐就好了。对啊，对，来介绍一下。哇，好大的阵仗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我推荐给朋友的就是这一款丰润符文精华液，而且它这个品牌呢最知名的就是海葡萄超保湿修复系列，我身边很多女生朋友都很爱用哦。不过我手上这一款呢是全新推出的逆龄符文精华液。好适合我们逆龄，它是精华液，而且它适合现在25岁以上的轻熟龄肌，可以开始使用，还有敏感肌跟干性肌肤。那45岁以上呢？对，当然可以，当然可以啊。而且它升一级的胶原蛋白，它里面有特选的3股螺旋结构，它是用专利的萃取技术呢，它更适合我们的人体，它可以深入到肌肤底层呢，把它由内而外的紧致撑起来之后，脸色呢就是会蓬润一点啊，然后看起来气色就好。这个保养要能被好好吸收呢，它的最重点就是要先软化它的角质。
疏通它的吸收管道，所以它里面你会感觉得到它非常的湿润，因为它有精华液里面有77% 的精华益生菌的基底哦，而且还加上呢可以食用的美肌菌，可以帮那个肌肤打造一个很好的环境，让它好好的吸收养分哦，而且它还有美国的专利肌肤焕活修护因子，促进角质的更新以后呢，双管齐下。我觉得像我这样轻轻的擦过以后呢，它就可以有明显的提亮肤色，2只手的颜色哦，而且。我觉得我自己的效果非常好的是小细纹呢有不见了。对啊，我觉得现在精华液保养品呢，它保养成分都非常的足够。可是我们要怎么留住它？是因为这个精华液里面呢，它有一个雨生红球藻的，它可以强化肌肤的肌肤屏障。哦，对，它可以抵御外界的刺激，可以延缓老化、改善暗沉，还有维持弹性。它很好吸收。一下子，因为我很在意我吹干头发，就是不是头发扎起来的时候擦完保养品，吹干头发放下来的时候，我很怕那个黏的感觉，吸收的时候头发感觉一根一根油油的，很有想要洗头的感觉。它其实呢，在你做好保养的时候，吹完头发呢，就已经完全的吸收了。对，真的很好吸收。这样子呢，它的清爽不粘黏的质地呢，可以让我们肌肤没有负担。最重要，你现在闻一闻，大家都擦，这很棒，没有味道。所以我是其实有小朋友以后呢，我才很在意这个。以前很喜欢很香，越香越好，还会选那不同的味道。可是我觉得这一点就很保护小孩，因为小孩会跟我们靠得很近，一起睡，就是不会让他刺激到。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好，这很重要。其实它的用法相当的简单哦，就跟我们平常在家一样，早晚清洁过后呢，擦上保湿露之后，就可以擦上丰润抚纹精华液，然后可以涂抹于脸部啊，还有颈部的肌肤，可以在有细纹的地方或是有一些比较容易松弛的部位呢，加强的按摩手法，可以让它充分的吸收。最后再擦上紧致的乳霜，把它所有的成分呢都锁起来，就可以达成我们养肤、稳肤再护肤，由内而外的呢，让肌肤透出光彩，就可以重返年轻的状态。太棒了，由内而外的发光起来啊！非常好，很有说服力，非常好。何宇文说话不拐弯，跟妈妈也撂狠话。我的收入是给妈妈管的，那我其实让我妈40几岁就没有工作了，等于都靠我这一份收入。其实我跟她说过，你不讲就不讲，一讲讲狠的，讲超狠的。好了，最后我们就要欢迎的白木文了啊！白木桶配上白木文。其实我应该是这样讲，我觉得我自己从15岁开始拍广告，我16岁就出道了嘛。我成年以前，比如说我的收入是给妈妈管的，那我上大学以后。其实我等于就自己负担自己的学费、生活费，然后我自己买车，到20几岁，可能我还帮家里买房。我们其实那一辈，就我们父母那一辈，像我跟我妈只差20岁，因为他们很年轻就生小孩了嘛。那我其实让我妈40几岁就没有工作了。哇，你怎么那么棒啊？就是像我这个年纪的时候，她已经没有工作了。可是前面说这么多，你说后面想要讲什么？后面要他说他很小就是一棵摇钱树。对，但是我说真的，我自己跟家人相处是没有什么边界感的，包括谈恋爱也是，我对我的另一半也是无止境的好的那种。就尤其是在钱，我就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，就是我妈妈以前1年可能都要出国1、2次，但是。都是你买单，一定是我买单啊！对啊，那他又没有工作，他没有收入，他也没有存钱的习惯。其实我发觉，在我的负担会很，因为我们不是稳定的工作。比如说，我们有录影的时候，可能今年我很红，我会多赚一点；那明年我没有那么红了，我收入可能会锐减啊。那我觉得我的家人应该是要跟我一样，就比如说有钱的时候就吃好一点，没有钱的时候大家一起嘛，因为等于都靠我这一份收入。其实我跟他说过，你为什么不去 Seven 上班？这句话他就说你是何宇文，你妈妈在 Seven 上班合理吗？可是我说我会以你为荣，就算你60、70岁了，如果你是 part time， 假设 Seven 愿意用你训练你，在 Seven 上班的人才艺很多，他们还会用那个 iPhone， 还会帮你买高铁。我就说这样子。
比你每天在家里无所事事、脑力退化，就让他有事做。对你40几岁没做事，然后一直回顾过去，说以前你多厉害，我觉得那种人不行的，不好。我有一年叫我妈去学那个摄影长辈摄影团，我出钱跟她说，你去参加长辈摄影团，你知道就是那种去拍风景，然后那个导游是会教你修图的，等于交朋友啦。对，但是我说，如果这样你回来以后，你就可以帮我拍照，你还可以帮我修图，我们等于一体的，我养你也会养得更开心嘛。等于他在帮你工作了。对，他说不要，我没有兴趣，他要去跟朋友日本富士山高级旅游贵妇团，他就说。你为什么不让我去？我想去的富士山高级旅游团，我可能这一辈子只能看一次富士山嘛，看一次少一次。你知道妈妈会讲这种话？我跟你讲，我女儿来了，对我女儿就马上说妈妈在情绪勒索。行了，我就想说，看看最近的新闻，谁先死还不知道嘞。啊？我真的很有勇气，我也不觉得白目，因为这是事实啊。不是，而且你不讲就不讲，一讲讲狠的，讲超狠的。谁先走还不知道。这种高价旅游团，我觉得有多的钱，如果我中年了，我跟你只差20岁，我是要让你安养天年，还是帮我自己做一些退休规划？没错，对。但是因为我忍很多年了，所以我后来就告诉他，明白告诉他说，我觉得我们不论法律或是道德上。我们都有义务要照顾年迈的父母，但是40几岁，当你选择不工作的时候，你没有年迈哦。那时候我等于我愿意照顾你，那就是多的，那是一份我的爱跟孝心。当这几年我发生很多事情的时候，他没有在我身边支持我啊，然后你还泼我冷水或是数落我的时候，那我不能无止境的付出。我在意的其实不是钱。我懂，你在你妈妈的情感上面也受到伤害。对，所以我认为就是即使我这样讲了，我也不会后悔。很多人都以呢，我就是心直口快啊，来为自己的口无遮拦找了一个真好的借口，他却没有发现，这种无心的言语就有可能伤害到别人。言语虽然是我们表达自己的工具，但是真正的智慧是知道什么话该说，怎么说，什么时候说，才能让人听到心里，而不是留在心上，成为一个伤口。哎呦，刚刚讲的没错，语气，我以后可能都会尽量这样说。你要像人类那样子，否则你语气就非常的棒，稳定、和缓，而且诚恳。对，这个非常非常好。好，我们祝福大家，女皇大人，下次再见 ，See you，拜拜。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，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。